大家好，眼前的这堆草草呢，被覆盖上一层稻梗与花生壳哈。说来有趣啦，在这里养鸡的隔壁婶婶哈，看到凹草便问是否可以将一些拔除的生菜叶倒在这里啊？我说呢，如果那些菜呢是种给自己吃的就可以了。这弦外之音呢，对于平常做惯性农法的人呢，还是可以一听就懂哈。毕竟呢，这块种植的田地呢，连化肥都没有使用了，而乡下连鸡都会自己养的原因呢，可能也是看到什么现象吧。轻松的影片一开始突然变得有点沉重个人的影片呢，对于家庭种植或是有机及休闲种植呢，会比较有参考价值啦。相信不少观众朋友呢，若是对于慢活有新的感受看影片的同时呢，应该会更有耐心才是啊。乡下的生活呢，本来步调就比较慢加上个人也是真的慢慢想、慢慢做啦，把一些研究与想象推测出来的方法呢，跟大家分享而这本来也是一部没有想要做的影片所以呢，番起走道上的杂草抑制以后呢，就直接将水池旁的走道进行挖宽并把土壤给填补上来此时才想到当初有观众朋友也跟着挖水池所以呢，就把修整的方式做个简单拍摄与说明也顺道把中央种植区呢还有的用途再次进行验证走道重新铺设好之后呢，现在要做的进一步清淤的动作而清淤的时间呢，刚好搭配周遭收成完毕之后呢，外面引水河道停水了，也在进行清淤的时机这水池下方的土壤呢，不像一般的种植土壤反而比较像灌溉河道下方的淤泥黑色淤泥的特性呢，虽然很肥沃但这整团干化后呢，会很绵密的团结在一起现在将它摆进中央的位置进行隔离除了让内部蚯蚓先进行消化分解外呢，这种河道里的土呢，虽然肥沃但却含有大量的草籽只是因为一直泡在水里草籽没有机会发酵所以如果喜欢这种肥沃的黑泥土呢，使用前最好要处理一下不然呢，最好就只用在封闭的空间或花盆里当然你如果觉得冤枉路得自己走一遭才会印象深刻呢，那也就只能佩服您的勇气了。将这一侧清淤完成之后呢，出现了第一个惊喜之前清淤时呢，也曾经捞到一条吐司但是这条感觉比较小只是缺乏食物而被动式瘦身呢，或是自行瘦身以求保命还是根本不是同一只呢，也不清楚啦。后来很戏剧的变化才有的答案第一个剧情直转的是水池里已经被迫的填满水了至于水的来源呢，真的是大自然的奥妙就请继续看下去后来水池里呢，好多处都在晃动又发现好多只呢拇指大小的吐司才确认已经有好几只的小吐司无误。而吐司的出现呢，验证了友善种植下的变化除了有了新物种呢，也让食物链产生变化了。当初摆入大坪与大肚鱼的目的呢，是要清除青苔与蚊子的幼虫清除青苔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由于内部的福寿螺呢，会啃食水生作物的根系也让水耕计划一直无法进行但是吐司的出现呢，开始吃起福寿螺眼前浮起来的就是福寿螺的尸体也许日后达到动态平衡后呢，水耕计划就可以继续进行了。这算是意外的插曲继续回到清淤的过程
这中央种植区呢，当初用瓦片围成封闭的空间哈，除了方便堆肥与多层次种植外呢，对于水池里的淤泥干化后呢，会造成板结的现象哈，也已经测试出可以转化成疏松的土壤了。由于远方的山上已经多日降雨了，这很快就会延伸到平地来。这侧水池的清淤完成后呢，水也开始往较低洼的地方移动。为了避免水过于集中呢，就提早将杂草抑制洗覆盖回去了。此时呢，填补上方的土壤呢，湿度已经降到3-4成，土壤也有紧密的效果了。覆盖上去呢，干化的速度虽比较慢但总比突然降雨来的保险啦。而这走道只算是垫高水池内呢也只是清淤啦，并没有再进行挖深这样的方式呢，虽然无法利用虹吸效应来增加蓄水量但真需要增加蓄水时呢，最后的阶段还是可以使用抽水马达完成了。另外，这水池拉高相对于一旁种植的深度遇到缺水的时候呢，也是很好的措施因为这水池比较深当一旁浇水，水剩下土壤后呢，还是多少会往水池里移动完全只是利用水往低处流的概念就可以有很好的回收效果，来增加反复使用的机会接着浇水的动作呢，除了让水池补充点水之外也是让抑制体与覆盖下方的土壤可以进行粘合啦。至于呢，在内部比较高的位置浇水呢，则也是在实践让水回收啦。而初步清淤的效果呢，可以发现水往低处流之外呢，两者的高低落差已经有了明显的差异了。也不知是天助自助者或是老天爷更想知道实际的成效马上补上雨水进行验收了。内部看似大肚鱼欣喜的跳跃实际却是非常大的雨滴吧。据新闻报道呢，台湾北部还下起了冰雹这种急剧变化的气候呢，有时候就得纳入种植的安排不然呢，时常辛苦耕作之后换来的就只是在练身体与练体力的白做工隔日一看呢，不是果实爆棚应该说水池被雨水完爆了。但仔细一看呢，中央区之前的积水情形已经获得解决了。接下来不稳定的天气呢，就只能先转战到后院去了。谢谢收看。